大唐高僧玄奘圆寂1000多年后，出现了一个铁杆粉丝，还是个老外，他就是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·斯坦因。斯坦因一生只崇拜2个偶像，其中一个便是唐玄奘。1901年，斯坦因抱着玄奘的那本《大唐西域记》来到了新疆，深入大漠探险。究竟出于怎样的动力，使他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了大漠？原来呀，我们的玄奘写的一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。民间传说新疆大漠下埋葬了大量的珍宝，当时的人们惦记着，现代人也惦记着，于是在茫茫大漠开启了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。大唐贞观17年，玄奘西行取经，踏上了回乡之路，途中经过了100多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风土人情，让玄奘这样的静雅之人都流连忘返。在这些国家中，有一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位于昆仑山脚下的于田古国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。玄奘虽是佛门中人，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旅游达人。他在于田境内一路走马观花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言谈举止彬彬有礼，不免就多看了几眼，顺道和当地的百姓聊一聊，听一听那些古老的传说。所以他这一路取经归来，积攒了很多的素材，奉唐太宗之命写了一本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而且还在1000多年后的考古界掀起了热议。由于于田国方圆4000多里，光靠步行穿越全境也需要一些时日。玄奘一边赶路一边采风。当他游历到辟摩城的时候，听说了一个很传奇的故事，那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失落古城。在讲失落的古城之前，我们先来说说辟摩城的位置，相当于现在新疆的策勒县一带，是中原进入西域的交通要道所在地。玄奘进城之后，大老远就看到了一尊檀木大佛像。要说这佛像有多高呢？2丈多，差不多有2层楼那么高。佛像前面挤满了很多人。玄奘是佛门弟子，见佛礼佛本分之事，就凑了过去。礼佛的城民都很淳朴，玄奘就和身边的人闲聊起来。说着说着，旁边的人索性给他当起了导游，兴致勃勃地为他讲起大佛像的神奇来历。您猜这尊佛像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导游说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，是从天上飞来的。这尊佛像是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他就有了，是印度的一位国王命人雕刻的。后来释迦佛涅槃之后，这一尊大佛不翼而飞了，一夜之间凌空飞走了。飞到哪儿了呢？飞到了千里之外于田国北面的何劳珞珈城。这个珞珈城比较繁华，百姓的生活也过得很滋润，上天慈悲赐予了福分，应该敬天之命吧。但事实上啊，这个城千好万好，就是有一样不像话，不敬神。或许上天为了给这些城民一个醒悟的机会吧，让佛像飞进了城里，但百姓们也只是看个热闹，谁也没把这天大的神迹当回事儿，大家叽叽喳喳的喧哗，全无半点敬仰之心。没过多久，大老远来了一个罗汉礼拜佛像。由于全城的百姓不信神佛，也就不知道礼佛应有的礼节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人在干嘛，只觉得这个人奇装异服，容貌稀奇古怪的。那些好事的人赶紧跑去禀报国王。这国王也是昏暴，连问都不问，即刻下令
让全城的百姓往那人身上泼沙子。亡命一下，满城的百姓也是不问青红皂白，全都动起手来。这么一折腾，罗汉全身都覆盖了沙子，连嘴里都灌进了沙子。满城百姓如此野蛮地对待一个无辜的人，吃瓜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就看不下去了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便带了一些饮食送给罗汉吃。罗汉离开之前说，7天之后天降大沙暴，到时候黄沙席卷而来，填满整座城，不会留下一个活口。你赶紧早点离开吧，满城的百姓这么对我，早已引起上天的震怒，大劫就要到了。话音刚落，罗汉瞬间就消失了。那人心地善良，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仙，这么一个天大的消息，得赶紧通知亲朋好友逃命啊！可亲友们不相信，反而嘲笑他。听说过刮风下雨的，谁见过下点沙子就能淹没整个城市啊？你呀，真是杞人忧天了。那好心的人被呛得哑口无言。到了第2天，城里忽然刮起了大风，把地上的尘土污垢都刮得干干净净，还下起了罕见的珠宝雨，洒得满路都是。天降横财，全城的百姓都跑到街上捡珠宝。什么灾呀难的，鬼才信呐！城民都骂那个预告灾难的人真是危言耸听。不管别人怎么羞辱他，他坚持认为神的话没有错。一见到众人都在街上为捡到的珠宝狂欢不已，他更是坐卧不安。一旦大劫难降临，命都没了，还要珠宝干什么呀？于是他在家里抓紧时间挖地道保命，而且地道可以通到城外。到了第7天的半夜，一阵沙暴席卷而来，满天的黄沙疯狂地下落。当那人通过地道钻出城后，回头一看，哪里还有什么城呀？身后成了一座巨大的沙丘，除了他，满城再无一个活口。他出城后一路向东走，来到了辟摩城。神奇的是，他刚进到城里，那座檀木大佛像也跟着他飞到了城里。辟摩城的百姓听到珞珈城的遭遇之后，就原地供奉佛像，也不敢轻易挪动它的位置。据说这尊佛像非常的灵验，凡是有病的人，只要按照自己身体疼痛的部位，把金箔贴在佛像身上相应的部位，病痛就会消除，很是灵验。由于每天来的人太多，有的人挤不到佛像跟前，便远远地向佛像行礼许愿。要说这个于田国起初也是不信神的，一个国王的态度为王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。有一天，一位罗汉远道而来，在城外的树林里静静地打坐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对他的举止感到很奇怪。有人火速禀报国王，国王心想，是什么人能引起这么大的骚动？于是亲自过来一探究竟。哎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罗汉说自己是佛弟子，在这里修行。国王就觉得奇怪了，哪位佛陀这么厉害，让你这么心甘情愿地吃苦呢？于是罗汉就为国王弘扬佛法，告诉他修持善德，遵循佛陀的教诲，就可以超脱生死。而排斥佛法的人将会陷在情欲的罗网中，难以解脱。国王是个眼见为实的人，对罗汉说的话感到云里雾里的，什么生死，什么解脱，太抽象了，你给我来个实际一点的吧，或者给我显现个神通什么的，我才好相信你啊。罗汉就先让国王去修建一座寺庙，大功告成的那一天，自会有神迹显现。国王为了一见真伪，真的修建了一座寺庙。落成的那一天，
远近的百姓都来凑热闹，马上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因为罗汉和国王先前有个约定，寺庙落成必有神迹。那是个怎样的神迹？罗汉循序善诱说，这个神迹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。国王啊，您还得真心实意的礼佛才行。国王倒也人心宅厚，对一个陌生人的话是言听计从，真的诚心礼佛。只见天空一阵光明，一尊佛像凌空飞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到了寺庙中。国王见到这般神迹，当即叩首礼拜，从此一心向佛，大兴佛法。所以当玄奘来到于田国时，参禅礼佛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全民风尚了。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黄沙掩埋了珞珈城，满城的珠宝也被埋在了沙下，所以总有人一直惦记着要把珠宝挖出来。当时有不少的国王豪强都想去挖宝，结果当他们一靠近那座沙丘，就会突然出现极其诡异的现象，瞬间云雾弥漫，狂风大作，吹得他们晕头转向，连眼睛都睁不开。玄奘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，就将失落的珞珈城记载下来。于是黄沙灭城的故事就从西域传到了中土，时隔1000年后又从中土传到了英国。那部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成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指南。估计玄奘啊，这辈子都没想到，一辈子把神佛当作偶像的他，1000年以后，他也会成为老外膜拜的偶像。斯坦因通读了他的游记，一直惦记着要找到沙漠下的古城。到底是对黄沙下的宝藏感兴趣，还是想沿着高僧取经的路来个故地重游呢？或许都有吧。很快人们就发现，这个考古学家雇了一批人动土开挖。您猜他挖出了什么呢？真的就是一座古城。那是否就是玄奘记载的珞珈城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在考古界曾经吵翻了天。斯坦因本人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呀，这不是玄奘笔下的珞珈城，因为在挖出的古城中找到了一个文书，上面用汉字写着汉经绝王。随着大量的文物被发掘，考古学家们认定沙下的古城就是汉书中提到的精绝古城，也就是《鬼吹灯之精绝古城》的故事蓝本。斯坦因想挖掘珞珈城，却歪打正着地挖出了精绝古城。精绝古城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？根据出土文物发现，大约是在魏晋时期，比唐朝还要早好几百年。再细看遗址建筑，精绝古城内有着完整的布局，包括住宅、庙堂、街道、储藏间、果园等等。有的房间中还有精致的壁炉，做工细致的铜镜，希腊风格的雕花椅。这里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，是一个繁华的城邦。从沙下的累累白骨来看，有人类的，也有牲畜的。由于灾难发生的太突然，城民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。也许古城消失的太离奇，现在不少影视打着玄幻的噱头，成了鬼吹灯的悬疑蓝本。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介绍了楼兰一夜消失的原因，从楼兰、精绝城再到珞珈城，他们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，黄沙一过，不留活口。也不知道新疆的沙漠下还埋葬了多少个类似的古城。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了古今中外探险队的考古指南。黄沙之下的世界究竟埋没了多少绝世秘密和珍宝，人们难以探测。无论是打着玄幻悬疑的噱头拍成电影，还是纯粹的寻宝搞研究，
一个1000年前的故事，至今仍是令人心血澎湃、鲜活如初。这也足见玄奘讲故事的能力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收看我史大观园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